視頻前，汽車的後尾箱內出現了2具屍體，這是江蘇民警破獲國內最大的盜墓案。由此案牽連出2000年的金縷玉衣和越王勾踐。如果不是盜墓賊的遇難，可以說這座沉睡在地下2000年的古墓至今還無人得知。據考古學家發現，這座古墓曾經被曹操帶領摸金校尉大肆開挖。雖說被大肆開挖，但從古墓內還是出土了黃長蹄凑和金縷玉衣。那麼曹操為何沒有得到這些世界珍寶呢？這座古墓又有什麼奇特之處？就連擁有現代科技的盜墓賊也未能逃過劫難。古墓中有何機關能讓人無法進入？墓主人又是誰？一系列的疑問擺放在大家眼前，這讓所有人都十分好奇。那麼今天我們就一起來看看這座古墓真實現象。在2009年的新年第3天，江蘇大雲山地區發生了一件怪事，一輛廢棄的汽車裡面多出2具屍體。在警方調查中，發現死者鞋子上有青膏泥，這讓警方對於死者的身份有了進一步的確認，那就是這是一幫盜墓團夥。順藤摸瓜，這夥盜墓賊被抓獲。在調查中，警方了解到，之前在盜取下面一座墓葬中，團隊裡面的4個人死在了墓中，無奈之下只能在附近處理屍體。而這4個盜墓賊的死因是因為用炸藥炸墓，耗盡了墓中的氧氣，下去直接一氧化碳中毒。而盜墓賊的经歷讓南京博物院派出相關的考古队来到大雲山進行進一步的調查。首先，在大雲山上，考古隊發現了漢代的瓦當和陶片，接着根據探勘和還原，確定大雲山下面有着200多米長度的中字形大墓。而在山頂的水坑附近，隨着探勘，考古队發現這地方排列着3座主墓、11座陪葬墓和4個陪葬坑。看似不起眼的大雲山，在土層下面居然是龐大的地下王宮。在得到相關的批准後，正式的考古工作開始推進。之前因為這片墓地的規模龐大，勘探工作也是進行了相當長的時間。首先，考古队先对位于水坑下面的一座主墓進行發掘，但是隨着水塘的被抽乾，很快考古隊的心情就涼了下來。引入眼簾的第一幕就是後世朝代的盜墓工具，並且隨着挖掘的深入，盜墓工具出現的越来越多。这時候考古隊才反應過來，這座所謂的水坑就是巨大的盜洞。而在這座盜洞裡面，意外地發現一隻魏晉年代的木尺，也讓這座盜取漢代王墓的人物出現在考古隊的心頭。能盜掘如此規模的墓葬，在魏晉時期只有擁有發丘中郎將和摸金校尉，也是盜墓界的帶頭大哥曹操了。考古队這時候認為，被曹操的軍隊大規模盜掘之後，這座墓葬基本上也就剩不下什麼了。很快，考古工作的推進印證了眾人的這個想法。只見主墓室裡面被破壞得一塌糊塗，棺材蓋都被扔出去10幾米遠。但是這個時候，相關的清理工作還是有了不小的收穫，那可就是在一堆看似木頭渣子裡面，居然發現了一些玉片。而這玉片結合墓主人的身份，應該就是金縷玉衣的殘片。除了金縷玉衣的殘片之外，這座墓葬規模實在龐大，於是在內部還發現了不少的編鐘和祭祀用品，甚至在一個漆盒裡面，考古隊發現一塊魚形的玉石。這種玉石一般是古人用來按摩臉部的，可見墓主人十分熱愛生活。那麼，什麼樣的墓主人有着如此規模的墓葬呢？在之前的瓦當上面，考古隊發現過東陽2個字，這個東陽應該就是漢代的東陽城。只要能找到一定帶有銘文的隨葬物品，那麼墓主人還是可以確定的。此外，考古隊發現這座墓葬裡面看似一堆的爛木頭，居然是黃長蹄湊。所謂黃長蹄湊，就是用柏木堆成的框形結構，然後在中間擺放墓主人的棺椁。此外，黄長蹄湊的結構基本上模仿墓主人生前所住的房子或者宮室來建設。有了黄長蹄湊的出現，這個墓主人的身份便清晰了起來。因為黃長蹄湊也不是隨便哪個諸侯王都能用的。根據歷史的記載，
有着這種殊榮的諸侯王，便是漢朝的江都王劉非。而劉非原本是汝南王，但是在吳楚七國之亂裡面，和梁王劉武一樣，同樣為朝廷立下了赫赫戰功。也是因為自己立下的戰功，劉非的待遇從汝南王遷徙為江都王，並且把過去吳王劉濞的封國都賞賜給了劉非。大家都知道，劉濞能造反的依據，就是自己封國境內存在大批的銅礦，自己也能和朝廷一樣造錢，因此劉非能修建如此龐大的墓室，可能也與此有關。此外，劉非是一個十分崇尚武力的宗室，在墓室裡面發現了不同種類的箭簇多達15種之多，基本上能涵蓋當時所有的箭簇。此外，劉非墓葬裡面出土的一件銅坯更是讓人嘖嘖稱奇。坯是一種外形類似劍，但是有着長柄的武器。在刘非墓地裡面發現的這具銅坯，從歷史年代來看，至少已經有2000年以上，但是卻絲毫感受不到缺損的痕迹。從外形來看，黑色的坯依舊散發着光芒，上面雕刻精美的黑色卷雲紋，依舊十分清晰。但是用手觸摸的情況下，這些卷雲紋路仿佛就像是印刻一樣，絲毫感受不到其中的凹凸感。從相關的書籍記載可以看到，這種名字叫暗花紋的制造工藝，早就已經消失在歷史長河裡面。根據歷史的記載，從相關的制作工藝來說，這種工藝並不是印刻出來的，而是通過某種方式硫化之後，再進一步的制作出來的。和那把著名的越王劍一樣，上面的紋路同樣是如此的制作工藝。雖然這座墓葬可能被曹操手下的盜墓部隊基本上洗劫一空，但是遺留下來的文物依舊給考古隊留下了深刻而難忘的印象。同樣，這件在劫難之後意外留存到現在的銅坯，無論是本身的文物價值還是藝術價值，都給現代人帶來了卓越的驚喜。